俄边境连爆20起防空导弹再炸自己人，乌炸俄最大炼油厂。乌东再传捷报，乌军夺回失地，突破俄军防线。乌全线压迫，打击高价值目标，重创俄指挥系统。特朗普态度大逆转，公开支持乌克兰收复全部失地。欧盟加码俄油关税，德国火速援乌装甲车前线开道。西班牙国防大臣飞机遭干扰，意大利军力保卫波罗的海国家。日前，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边境重镇库尔斯克发动猛烈打击，造成当地20多起大规模爆炸，并在后方击毁一座导弹训练基地。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9月24日夜间，乌克兰部队突袭了库尔斯克的利戈夫地区，炮火密集覆盖边境地带，同时可能使用了海马斯火箭弹和大量无人机。现场视频显示，当地燃起熊熊大火，火球不断升起，即便在乌克兰境内也清晰可见。居民反映，前后听到了约20次巨响，同时出现大范围停电。库尔斯克代理州长新施泰因承认能源设施遭到破坏，但未披露具体损失。利戈夫作为俄乌边界的交通枢纽，一直承担着俄军人员和物资转运任务，因此成为乌军重点攻击目标，其战略价值显著，对乌东战局的策应作用持续存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报告确认，8月底，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导弹训练场发动打击，14架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 9P78-1 发射装置，同时击毁了5辆搭载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的运输车和一辆 KAM-AZ-5350 指挥车。此前，俄军也曾对乌克兰多座训练基地发起偷袭，如今乌军已展开对等反击，进一步削弱俄军导弹力量与作战能力。此外，俄军昨夜对哈尔科夫实施空袭，市区闪现耀眼火光，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基础设施受损情况，邻近的苏梅小学也遭袭。这一系列攻防行动显示，乌克兰在边境和后方的战略打击正在持续升级，同时俄军也在前线和城市中进行反击，战局紧张程度明显加剧。近日，乌克兰还再次对俄罗斯重要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袭击目标是位于奥伦堡附近的萨拉瓦特炼油厂，这是俄罗斯规模最大之一的炼油厂。当地时间9月23日，乌军出动无人机作战群对该炼油厂实施攻击，引发火灾和多起爆炸，浓浓黑烟弥漫在城市上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炼油厂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第2次遭受攻击。此前9月18日，乌军也曾对其展开猛攻。萨拉瓦特炼油厂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设施之一，生产的150多种石油产品中包括向俄军提供的燃料，这使得该设施成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此次2次打击显示，乌军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上正愈发成熟高效，而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1400公里，也凸显了乌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乌克兰第14团还在23日夜间袭击了俄罗斯境内2条输油管道，分别是布良斯克地区的巴恩输油管和萨马拉州的 LVDS 管道。这2条管道分别承担俄军燃料供应及出口级原油输送的战略任务。卫星图像显示，两地均出现火灾点，进一步扰乱了俄方能源运输网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8月以来，乌军无人机已袭击俄罗斯38家炼油厂中的16家，扰乱石油日产量超过100万桶。频繁的打击已经使俄罗斯柴油出口降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无人艇也不断升级。Magura V7 系列在近期北约海上无人系统 Ratmus 军演中亮相，乌方此前曾利用该型号击毁俄军战斗机，创造了新的纪录。还有消息指出，在日前乌克兰针对莫斯科的空袭中，再次发生俄军防空导弹误中自家居民楼的事故。俄媒 Astro 报道称，当地时间9月23日，莫斯科郊区科什基诺在抵御无人机袭击时，防空系统铠甲 S1 发射的导弹碎片坠入一栋居民楼，造成屋顶和床板等处严重损毁。莫斯科议员马克西姆·库特列夫率先发布了现场视频，画面清晰可见导弹残骸与受损痕迹。幸而当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官方尚未就该事件做出进一步说明。
早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曾宣称当晚击落了44架无人机，但民间与媒体对防空误伤的质疑由来已久。早在5月的所谓胜利日期间，就曾有铠甲导弹落入住宅阳台并造成破坏，而俄方则通常将损害归咎于无人机碎片。9月下旬，乌克兰东部战场传出突破性进展，乌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方向的反攻中成功夺回此前被俄军控制的边境村庄，累计收复2平方公里领土，并在攻势中俘获50名俄军士兵。前线视频显示，乌军士兵在布满弹孔的村庄建筑上升起蓝黄国旗，装甲车沿被炮火摧毁的道路巡逻，地面散落着俄军遗留的装备，而被俘士兵则携带个人物品列队，由乌军押送至后方安置点。乌国防部称，已完成战俘身份登记和初步医疗检查，并将其纳入交换体系。这是继本月初俄乌50换50换俘后，乌方单次最大规模的俘虏收获。据乌军东部战线发言人谢尔申介绍，此次收复行动聚焦顿涅茨克州弗列梅夫斯基突出部周边，该地控制着黑热雷贝茨河运输线，被视为东部战线的战略楔子。乌军先以精准炮火覆盖俄军阵地，再在坦克掩护下实施步兵突击，经过30小时拉锯战清剿村庄，摧毁俄军2辆装甲车和3个火力点，自身伤亡控制在预期范围。前线指挥官称，此次行动不仅夺回定居点，还瓦解了俄军环形防御。而独立战争研究机构 ISW 通过卫星图像确认，乌军已在收复区域部署防御工事，有效遏制俄军反扑。对于战局变化，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夜间讲话中强调，此次反攻打乱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后勤计划，被俘数量印证了俄军士气的动摇。乌总参谋部也指出，虽仅收复2平方公里，但为纵深推进打开通道，而俄方则保持沉默，仅在战报中称击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宣称在其他方向夺取2个定居点。不过，俄军事博主斯特列科夫承认，乌军集中预备队的攻势导致局部防线松动，需防范突破口扩大。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此次2平方公里收复反映乌东战场拉锯战的典型特征。从2023年乌军在弗列梅夫斯基突出部推进5公里，到2025年纳迪亚村3平方公里反复争夺，关键节点的拉锯已进入白热化。而此番战果公布，正值西方新一批军援抵达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近期亲赴前线授勋，并宣布160平方公里收复成果，既为提振士气，也意在向西方展示援助成效。而俄军在战俘被俘后加大远程打击力度，则预示东部战线的对抗仍将持续升级。另外，当地时间9月23日前后，乌军第425突击团在新托列茨克南郊展开突袭，成功清理了附近的俄军部队，并建立了控制区，为下一步推进奠定基础。尽管俄方坚称新托列茨克的主要区域仍在其控制之下，但乌军的行动表明，他们在该地区已具备实质性军事存在。战场前线还传来俄军装备被击毁的消息。乌克兰第412团的无人系统部队发现并联合袭击了2套俄军托 M2 防空系统，使用 FPV 无人机投掷密集炸弹后，初步评估显示，其中1套发射装置被完全摧毁，另1套严重受损。该类发射装置造价高昂，单套新装置估价约2500万美元，这意味着对俄方的物资消耗与经济压力并不小。综合来看，国内防空误击、交通异常与前线装备损失共同勾勒出当前俄境内外压力并存、战事影响向内扩散的局面。另外，乌军装备现代化武器的部队也参与战斗。第100特种兵旅出动 M1A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投入前线，而乌军第412复仇女神团成功毁伤俄军2套道尔 M2 近程防空系统发射装置，其中1套完全摧毁，另1套严重受损，单套发射装置造价约2500万美元。乌克兰空军也对南部战场提供支援，通过无线电拦截情报，乌军锁定俄军前线1个指挥部及2个步兵集结点位置。随后，一架苏-27战斗机升空，对俄军阵地进行精确打击，
投掷西方制导炸弹，重创指挥部及军火仓库。现场视频显示，伴随浓烟和多次爆炸声。袭击过后，俄军的指挥系统、集结点及部分地下设施被摧毁。此外，乌克兰海军陆战队也在顿涅茨克前线作战，重点攻击俄占霍利夫卡。近几日，该地区每日都有激烈交火，远处常可见浓浓黑烟升起。此次一系列行动显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南部的反攻正稳步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战场优势。乌克兰在海外军事合作方面也有新动作。泽连斯基向议会提交法案，批准向其他国家派遣乌克兰军队，包括向土耳其派遣盖特曼伊万马泽帕护卫舰舰员106人，学习操控并部署于土耳其海域；向英国和北爱尔兰派遣多艘反水雷舰艇人员，并派遣乌克兰海军第一扫雷舰分队指挥部人员20人。在苏梅方向，俄军同样面临压力，最近尝试突围，但均告失败。在关键的金德拉基夫卡一带，俄军多次试图渡过水库线，但在遭遇乌军抵抗后被迫撤退。同时，奥列克西伊夫卡战火蔓延至中心地带，乌军利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摩托车队进行精准清理。总体来看，乌军已基本稳定苏梅局势，并在巩固阵地的同时收复部分失地。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再次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原因是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3日，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会谈，氛围比此前几次更加融洽。最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有能力赢得战争，并收复全部失地，恢复战前边界。他指出，在深入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事及经济形势后，乌克兰在欧盟支持下完全有机会打赢这场战争。特朗普的表态至少有2个关键点：一是强调深入了解，暗示此前所接收信息存在偏向莫斯科的倾向，这也解释了他过去对乌克兰战局的严重误判，甚至认为乌克兰可能很快崩溃。二是指出乌克兰的胜利依赖欧盟支持，暗示美国仍主要以军售武器的方式介入，而非直接援助。他还罕见讽刺俄罗斯，称其像纸老虎，3年半作战却毫无进展。这一表态显示，特朗普可能已掌握了更全面的战争资讯，但其反复多变的立场仍让外界难以完全信任。在记者提问环节，他对于是否仍信任莫斯科的态度含糊，表示将在1个月内公布答案。此前曾提及从24小时到2周不等的各种时间节点，显示其立场依然反复。此外，美国海军近期也展现战略威慑力。据悉，9月17日至21日期间，美国在大西洋佛罗里达东海岸的一艘俄亥俄级潜艇上成功试射了13万磅重量级3叉戟核导弹，展示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威慑能力。整体来看，特朗普的言行虽然在舆论上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其政策实际走向仍需观察，外界更应关注美国具体行动，而非单纯言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最新立场表示感谢。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声明时表示，我们非常感谢他为结束这场战争所展现的决心。泽连斯基还提到，当被问及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的帖子时，他感到有些意外，但依然期望美国总统在乌克兰领土问题上保持明确立场。与此同时，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态度的转变表示松了一口气。马克龙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我很高兴美国总统相信乌克兰不仅有能力坚持下去，而且能够与我们一道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一表态显示，欧洲领导层对美国政策变化抱有积极期待，同时也反映出西方对乌克兰局势的高度关注。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对从俄罗斯进口到欧盟的剩余石油征收更高关税。这一消息由布鲁塞尔官方发言人宣布，具体细节将随后公布。此次关税调整预计主要影响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禁止大部分俄罗斯石油进口，但这2个国家仍通过德鲁巴管道获得部分供应，因此成为本次措施的重点对象。
分析人士认为，冯德莱恩此举明显是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特朗普曾公开要求欧盟停止从俄罗斯购买所有能源，而欧盟委员会随后呼吁在年底前彻底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这次提高关税的计划被视为欧盟对外界压力，尤其是美国呼声的一种政策回应。根据发言人说明，欧洲理事会在批准这一计划时，无需全体一致同意，而可采用多数票数表决方式。也就是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只需15国支持即可通过，占总投票权的 65%。该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大俄罗斯能源出口受限的压力，并可能影响欧洲部分国家的能源供应成本和市场结构。德国则在俄乌战场焦灼的关键时刻宣布追加军援，国防部证实最新清单包括50辆野犬2装甲运兵车，正通过铁路专线火速运往乌克兰前线。这款被北约士兵称为移动堡垒的装备拥有3大特点，首先是抗炸车身，基于奔驰乌尼莫克底盘，并采用双层钢甲设计，车底特殊隔层可削弱高达 80% 的爆炸冲击波，能有效抵御反坦克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在乌东布满地雷的战壕区堪称生命通道。其次是灵活火力，车顶配有遥控武器站，可切换 7.62 毫米机枪、12.7 毫米重机枪或40毫米榴弹发射器，既能搭载6名步兵执行运输任务，也能为据点防御提供支援。最后是超长续航，其215马力柴油发动机可支撑1000公里行驶里程，最高时速90公里，机动性较乌军现役苏制装甲车提升约 40%， 在赫尔松到顿涅茨克的复杂地形中具备明显优势。这批车辆并非孤立援助，而是德国对乌军援轨迹全面升级的最新环节。目前，乌克兰东部防线逐渐由德制装备构成一个体系，野犬2保障步兵机动与巡逻，豹1提供攻坚火力，爱国者承担导弹防御，整体弥补了乌军长期存在的人员输送和空袭拦截短板。据悉，俄方近期已展开反制行动，包括黑客攻击导致柏林至汉堡高铁中断12小时，以及黑海舰队加强对敖德萨港的封锁。军事专家普遍认为，50辆野犬2不足以逆转整体战局，但能显著提升乌军小股部队的存活率与机动性，配合此前德法交付的42辆帕特里亚装甲车，乌东防御链或将形成轻装甲快速反应带，而若俄军进一步加大空袭力度，则可能触发北约加码援助，使这场援助与反制的对抗继续升级。值得关注的是，近日一架载有西班牙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罗夫莱斯的军用飞机在飞往接壤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立陶宛途中，遭遇全球定位系统干扰。飞机上除罗夫莱斯本人外，还有随行西班牙士兵及其家属，这些士兵主要负责北约在边境的安全保障任务。西班牙国防部表示，在干扰期间并未发生实际事件，有人试图干扰 GPS 信号，但由于我们的飞机配备了加密系统，所以未受到影响。当天，罗夫莱斯顺利访问了立陶宛空军基地，并会见了立陶宛国防部长多维莱·沙卡利耶内。这一事件引起外界关注，也让人联想到3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遭遇的类似情况。当时，他的飞机在前往保加利亚途中 ，GPS 系统同样被干扰。保加利亚方面指责俄罗斯，而俄方予以否认。这类干扰事件凸显了当前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边境紧张局势以及电子战手段日益增多的风险。另外，在俄罗斯战斗机侵入爱沙尼亚领空并被意大利防御部队在12分钟内警告离开后，意大利表示将长期在军事上支持这一波罗的海国家。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访问阿马里空军基地时向爱沙尼亚广播电台透露，意大利战斗机及约500名士兵目前驻扎在爱沙尼亚，并计划延长驻扎时间。克罗塞托强调，如果俄罗斯人期待回应，那么这就是答案，我们在这里增加了军事存在。爱沙尼亚外长汉诺·佩夫克尔对此表示赞赏，称这是对俄罗斯挑衅的第一次且明确的回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爱沙尼亚不仅能够从空中应对威胁，还能从地面进行防御。
原本意大利计划在秋季拆除部署在当地的 SAMP-T 地面防空导弹系统及空中预警与控制平台，但目前决定将系统保留至明年春天，以加强该国防御能力。由于爱沙尼亚自身军事力量有限，难以单独确保与俄罗斯边界的安全，它长期依赖英、法、德等北约成员国的支持，而此次轮到意大利承担防务任务。当前局势仍然紧张，尤其是在俄军活动频繁的情况下，这项工作被认为存在一定危险，但也是保障波罗的海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